新闻相对对象在看关键保洁。过去的3年，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严密风控的一个国家，只要有一点点风吹草动，一条街、一整个社区全部的封锁，人进不去也出不来。但没有想到，中国说放就放，在这段时间讲说，我开始要解除了风控，解除风控了以后，真的什么就不用有了，你也不用QR code 了，你也不用所谓用的条码，甚至你到了1月8号，它的国境竟然要开放，这样的一个动作，把全世界都给吓坏了，因为现在中国变成了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地方，而也是交叉感染最严重的地方。这样的一个交叉感染，会不会产生新的病毒株？会不会对人的生命安全造成更大的影响？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。而现在这一张照片引起了全世界关注，因为我们知道了，本来一开始 COVID-19 的时候，的确它会直接侵袭到了肺部，因为直接侵袭到肺部会造成严重的肺炎，然后造成生命的一些伤害。但没有想到，到了后来 Omicron 的时候，你觉得那应该只是攻击上呼吸道，但不是。现在在中国大陆很多的病例，这种白肺的状况竟然一个一个的发生，所以就大家担心说，难道现在又有新的变异种吗？又有新的病毒株吗？现在本来说我已经只是攻击上呼吸道的 Omicron， 难道现在有新的病种，我可以又开始攻击肺部？如果开始攻击肺部，那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所以当中国开放边界的时候，日本吓坏了，印度吓坏了，意大利吓坏了，韩国也吓坏了。日本还讲说，是由岸田文雄亲自主持会议，说我要加强从中国入境的防疫措施，也就是现在中国你进到了日本，一定要做所谓的筛检。你做了筛检，如果是阳性的话，就要强制隔离7天。好的，如果现在中国它开放边境了，它要到了全世界去了以后，那这个疫情会有新一波的发展吗？我们也注意到，台湾现在的疫情也慢慢在升温。现在这样的一个灾难，难道还没有办法过去吗？好，我们今天请到了来宾，对大家熟悉的财经专家黄寿松，你好，大家好。好，这是美岛电视报董事长吴子嘉，大家好。好，第三位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徐小新，大家好。好，第四位我们的特别嘉宾是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王世坚，大家晚安。好，第五位是资深媒体人王一德，大家好。好，第六位是时事评论李正浩，大家好。好，So，最近中国大陆说1月8号他要开放国境，他的人民可以出国旅游了。所以出国旅游有3个国家他们非常在乎，一个是日本、韩国、泰国。没有想到把这3个国家给吓坏了，因为中国的疫情现在在大爆发，大爆发到什么程度？连他的7个中常委有2个都传出已经染疫了，甚至他专门给大官住的301医院，有一天整个官网突然变成黑白的。而且我们都说中国呢，紧缩的时候是紧的比谁都还要更紧，放松的时候它放的比谁都还要更松，吓死人了。而且它放到多松吗？1月8号开始，中国就可以出去全部出去玩，他什么都不管了，根本不管你，你就出去玩吧。甚至你知道中国还是怎么样？目前为止，中国已经没有新冠肺炎。他们叫做新冠感染，连肺炎都没有了。另外还有什么？他们现在习近平说，我们现在要展开一个叫做爱国卫生运动。什么叫爱国卫生运动？所以就是集体感染，就是这样子啊！你知道，是在现在为止来说，你就觉得中国，所以那真的是用血肉筑长城。他们用一个运动，用个喜事来办的一个状况。那事实上，到底全世界担不担心？全世界怕死了，只有你中国不怕。你看中国的这个7常委里面来说的话，他们过去在召开一个农业的这个会议里面来说，赵乐际跟李希没有出来，而且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，他们已经10天不见了。中国很多高官目前都没有。那我们就讲之前在开这个经济会议的时候，经济会议里面来说，让央行行长居然没有出席经济会议，然后银保监会的这个主席没有出席经济会议。照理说你们是经济会议的主角，结果你看央行行长还有这个银保监会的都没有出席，那更不用讲一大堆的这个法院法官的都没有出席，所以中国高官已经很多人染疫。好，施总，你之前讲过，在中南海有一个301医院，是那个专门是给中国大陆的高官所使用。有一天周边突然封锁了交通管制，对，你就说完蛋了，中南海一定出事了，是的，中国的这些高官一定染疫了，就真的赵乐际、李希不见了，还有很多经济高层也都不见了。而且最诡异的是什么？出现到12月23号这一天，这是什么？北京301医院的官网突然由彩色转为白色，原本是这个样子，就转成黑白。转成黑白，宝杰，那上次转成黑白是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上次是江泽民过世的时候，就是国家领导人规格的时候才会这样做。那还有谁？那你这样做到底是为了谁？大家不知道。那甚至还有一个就是京西宾馆，京西宾馆事实上也是给中国高官住的。对，正常来说的话，它只有在每年的3月
的时候了，因为那时候是两会，他们会住到这个地方，就没想到还有10月的这个党代表大会会来，就没想到最近常常灯火通明，因为这是高官才能够住的哦。难道不是去那边被隔离吗？所以就有人说，很多人可能在这个地方隔离，一定是出了非常大的大事。所以呢，事实上现在中国根本完全不管，反正你要得就得，你要生病就生病，反正你要出去玩就出去玩，我完全不管你。他放松的程度，让全世界都非常害怕。好，但刚刚讲到的，中国是一个不在乎人命的国家，你不在乎人命，然后你刚刚讲的，我用人命直接跟你对抗，我用人命行一个自然的淘汰，你不在乎，全世界吓死了。刚刚讲的，今天是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亲自召开会议，亲自出来举行记者会，表达说，他要加强中国入境的管制了。而且你知道，事实上昨天中国卫健委公告，所谓的新冠肺炎已经变成新冠感染之外，他们还把它从甲类的传染病降为乙类，所以他们全部都可以出去玩了。全部出去玩的时候呢，就不管了。宝剑他们昨天开始的中国网民开始去搜索最想出国的，就最想出国去，一个是日本，一个是韩国，一个是泰国。就让这2个国家，日本、韩国怕到了，日本吓死了。对，日本马上在今天下午就召开一个紧急会议，就宣布说，从这个12月30号从中国进来的，或者说你7天之内曾经到过中国的旅客，不限是中国人哦，你只要去过中国，有中国旅游者，你要入境日本的时候，必须要强制接受检验，一旦阳性的话，你就要再关7天，在我们日本关7天。所以事实上，现在等于是日本是非常加紧的防范中国来的旅客。那你不韩国也是这样，韩国在12月16号就把中国列为是重点检查的这个国家，你只要量体温超过体温来说的话，你就要开始接受这个 PCR。那你更不用讲。这个意大利也是一样。他说，如果你来自中国的旅客，我就要开始进入入境的这个 PCR 检测。连印度都非常担心啊。他中国、香港、日本等地的旅客必须要带这个检测报告，对，不然如果你抵达阳性的话，会被隔离。所以呢，事实上现在周边国家虽然说你中国要放出来，但是周边国家都非常害怕，你不要感染到我们家里面来，大家都是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。好，那大家讲对。这不就是一个感冒嘛？它又不会侵犯你的肺，那感冒过几天你就忍过就算了，是干嘛那么紧张？可是刚刚讲到，你现在看到中国有很多的这些病例跑出来了。刚刚讲这是一个30多岁，他的这个胸部，又出现白肺。对，我们在 COVID-19 3年，我们在对这个有基本的认识。本来的 COVID-19 是直接侵袭到了肺部，所以它造成非常严重的疾病。而到了奥密克戎的时候，基本上它已经不会攻击肺部，只是一个上呼吸道。可是没有想到。中国现在，导播我们看到这种白肺的这种 X 光片，越来越多了。对，目前为止来说，大家为什么会担心中国的这个病毒会出来？因为大家在看中国的病毒里面，中国生病的人里面有非常多都是出现这样白肺的这个状况，就是肺已经变成是一个这个纤维化，一片都是白色的这个状况。那事实上，这个在最近的 Omicron 那些新的病毒里面，其实并没有出现这个哦。这是最原始的武汉病毒株才会这么严重哦。但是武汉病毒株它的感染力很低啊，那你会这么大规模的感染，难道是有出现什么新的病毒吗？大家不知道。那因为到目前为止来说，中国已经有到130多个 Omicron 的亚分支，还有50个这个亚分支开始爆发流行。那有包括说 BQ.1 啦，还有包括说 XBB 等等，很多都知道。而且他们这几个都是表现都是传染力很强，然后免疫调脱力非常的强。那这些病毒来说，现在被关在中国境内哦。如果它真的往外出来了之后，那会不会造成更大的感染？或者说它这个病，因为中国它也没有对全世界分享这些相关的疫情的这个报告，所以你看，这是这个神经科医生，30岁，你看他已经白肺来说基本上就是没有效了。你看，这也是他们的病人进来为什么都是白肺的情形？而且下面那个只有12岁，对，没错，儿童还有很多老人，甚至进来之后你就是白肺，基本上都没有救。所以大家现在中国的死亡人数也才往上快速的攀升之中。这就是目前因为中国的疫情都没有对外说明的非常清楚，所以全世界会担心你目前的实际的这个状况。而且刚刚讲的，现在中国的医疗几乎已经瘫痪了。他们现在刚刚讲到的，现在有一个他们的微博讲，我已经阵亡了，我的科室，他讲他是医院的科室已经接近团灭了，而且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，整个这个医药的这个压力是相当大。这是北京的朝阳医院，朝阳医院里面来说的话，目前为止，你看整个道路上面来说，整个这个走道上面全部都是塞满了病床，没有床，都让你躺在这个地上的这个情形。包括说，你看急诊室里面有非常多人在急诊，甚至你看医生。这是在河南72岁的老中医，他还吊着点滴啊，吊点滴还看医生，没办法，这个病人实在太多了，甚至你看这医生还吊了点滴帮。所以我们刚才讲了，
昨天就看到有一个医生吊着点滴看诊，那不是单一现象，那是一个普遍现象，大家都普遍。你看，事实上现在中国的医院里面的医生跟护士基本上都是中的非常多。你看他这个西安的护理师说，我所在部门有51个人，那个护士有51个护士有45个人已经中了。他们这几周，那而且他们讲。他们说，即使你已经轻微发烧，你可以上班，你就来上班吧。他们其实都还是确诊的状态，但是基本上因为没有足够人士，所以没办法。那甚至还有什么？他们现在开始又说，要给你 Paxlovid， 但 Paxlovid 你用药要有一些相关的训练。现在他们开始在训练医护人员开始怎么使用药。大家说，你这当然是完全来不及的一个情形。好，那中国过去有一个非常神秘的行业，对，叫做湘西赶尸，是就没有想到，这个赶尸。现在在中国，现在也越来越多了。没错，事实上现在为止来说中国所有的殡仪馆全部都是爆满。你看，这在辽宁东北鞍山的这个殡仪馆里面，你看满满的这一具一具都是真的都是尸体。那你更不用讲，山东也是一样。这个火葬场目前就是大排长龙，那还有重庆的这个殡仪馆的车队绵延不绝的这个情形。对，大家都知道，哇，真的非常糟糕。包括说天津的这个殡仪馆里面来说话，真的各地啦，现在你基本上你要火化，如果你是刚过世，最少都要等2个礼拜以上的时间。所以你这个地方如果不能火化的话，有人想办法，我就要去别的地方火化。所以你就看到，那个多恐怖的景象！你车子开着，你就看到你旁边那台车，对，旁边那台车有一个怎么倒在那个地方？是，其实他已经往生了。他们现在可能就载到能够火化的这个地方，包括说你看长春也是一样，广州也是一样。那这样现在还怎么样？你看支援殡仪馆一线的这个倡议书，他要求说，如果因为目前为止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不畏困难，所以现在准备要什么招募接尸人员呐，然后招募接尸陪同辅助人员呐，还有招募征信接尸平台的工作人员呐，所以要求党员或民众去支援殡仪馆的工作。这太可怕！以前是一方有难八方来援，我是进行所谓的医疗工作，我是要来救人的。就现在一方有难八方来援，我是来处理尸体的。这个尸体真的太多了，那甚至人家就说，你好像把丧事当成喜事来办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急诊室，他就说，你看浙江台州说，我院急诊门诊服务终于突破200万次，是报喜。大家想说你这个是什么喜报啊？现在为止来急诊室很有可能都会过世啊。那另外还有什么？你看邯郸市他们表扬这火葬场表现得非常好。你看他就说我们这个12月1号到10号之后每天20例，然后12月10号之后每天30例，然后现在为止每天都41例，然后得到了群众的好评，还有领导的肯定。他最后说的非常，我觉得真的有点傻眼。你看，确保年底前各项工作圆满收官，增创佳绩，他还要创佳绩？对，这佳绩那是什么佳绩啊？当时居然你把丧事当成喜事来办，所以呢，事实上现在整个中国呢，我觉得真的已经完全放松了。放松了这个情形之下，周边国家一定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。董事长，全世界现在都觉得非常困惑是，过去3年守得最严格的是你中国，现在说放就放，你不但放，你从甲级变乙级，你现在还可以开放国门还可以把它放出去，把日本、韩国、意大利都吓死了。就你说你现在看到了一个最新的资料，不是他不想挡，他也挡不住了。第一个已经爆发了，再加下来我也没钱可以挡了。对的，所以我讲第一个理由就是在已经爆发了，而爆发时间点其实具体时间点全面性的是11月26号、27号。但是在我们投票的时刻，我们台湾投票的时候，它先爆发了，爆发已经全面性了。全面性的时候，已经知道各个城市都有，各个城市都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这时候有一个最具体的数字，我就是他们美国很厉害，美国他把每一个航班上面来检查的话，发觉通通都有了。到美国的航班，美国很简单，你来的话，他们都有，到处各地都有、没错。所以那可能他们当时挡武汉肺炎就是这么挡的。所以他知道你已经全面化了嘛，所以美国大使馆已经知道了嘛。所以你才讲，美国大使馆那时候就告诉他的侨民，你要准备水，你要准备食物，你要准备药品。所以他要开放了嘛，因为他知道你封控一解除以后，他就全面性的会缺物资嘛。缺物资是囤物资。是一个后面一个必然的一个心理的效应嘛，所以他在12月7号跟8号的时候宣布了20条嘛，对，20条就是说有以下这个条件的人，你就可以居家管理了嘛。其实那时候已经全面化，挡不住了，挡不住。然后今天你看到已经变成港媒讲是4亿了嘛，对，已经4亿人口了嘛。我们昨天讲这也太快，你昨天讲2.5亿。今天就4亿了。我昨天讲是周末看到的统计数字是17%多，是2.5亿。对，但是他这些数字，他通通不去报给这个，他通通不报
通通不报 WHO。对，好，那谈得上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然后中央跟地方也是非常混乱。对，今天青岛现在爆出来，说是一天增加了大概从这个周末了哈，就圣诞节这几天的活动比较多嘛，所以青岛是一天增加了50万人口，50万。青岛的卫健委正式宣布一天增加50万。结果你知道中央卫健委公布说山东增加几例吗？几例？2例，又是2例。这个中央乱骗嘛，你知道吗？乱骗一通。可是它全面开放，那个没辙。对，你不管它数字是不重要，它现在不挡是事实。对，它虽然中央跟地方不同调也是事实，但是反正就是没人管，因为很简单嘛。管事情就要给钱嘛，对，又没钱了。然后第3个问题很简单，就是外国人就建议他说，你现在就要打 booster 加强针，给老人家打。你这样讲，你即使科兴的效果不好，你也要打加强针，他也没打，也不管了，不是没有钱嘛？打加强针也要给他，光是这个所有的这些疫苗的费用哈，它有几种钱啊，就是打针的钱，你花了已经是几千亿人民币了。然后他的 PCR 就挖鼻孔的钱啊，也花了几千亿，加起来上1兆人民币啊，比他的解放军的费用还高了。所以他现在整个里面就是很简单，现在摆烂。我的结论我讲那么多就是一个结论，习近平摆烂，他摆烂以后，就是我昨天讲的，他到了5到6月份，等到你到了80%的这个感染以后，就集体免疫了，情况就会改善。可是你现在问题是你刚刚讲这个问题啊，30岁如果出现白肺的话，那个就不是普通的，那30岁白肺，12岁白肺，50岁也白肺，这个问题严重啊！你会出现这种白肺的情况的话，就表示你是不是 Omicron？ 它现在已经确定不是，它是 BA.5、BA.7， 它有了新的一些的 Omicron 的变种病毒已经出来了。那这个玩意如果跑到台湾来怎么办？对，而且台湾现在看起来这2天，因为冬天也有关系，可能是那边感染过来也有关系，但整个的我们的减到24000了，对，我们的感染率已经提高了嘛。前2天才15000变24000了，所以已经提高了嘛。而提高，如果还有变种病毒怎么办？所以这个事情，这个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武汉肺炎的黄祸的开始也不一定。所以现在全世界非常紧张，全员戒备，看你老共在搞什么东西。好，所以思聪当然讲的，现在这个问题有它的生命安全的问题，有它的经济问题。之前特斯拉不是讲，我要税休，所以我要停1个礼拜，现在停1个礼拜不够了，我要再继续停下去。这个对它的汽车产业造成很大的冲击。第二个就是现在苹果已经死了心了，苹果说我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对，没错。事实上，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他必须要开放？因为事实上，如果你再这样封锁下去来说啊，到明年到后年的时候，外资会全部跑光光。所以他现在索性我就让你在明年上半年完全一次把它痛完，大家痛完之后就结束，就不要再这样搞了。一次痛完。对，所以他死再多人在所不惜。没办法，他现在只能够这样做。如果与其再拖下去的时候，他经济也是死路一条。虽然你看他现在这样做下去之后，宝杰那现在中国经济真的面临到他现在是同时疫情跟经济2个完全在濒临崩溃的这个局面。你看，我们以中国来，濒临崩溃来，对，以特斯拉当时你看他已经取消了这个从现在到明年1月1号的所有班，他都完全取消。但其实不只是特斯拉，包括蔚来汽车也是一样，目前为止完全已经出现停摆的这个情形。那比亚迪也是这样，比亚迪已经证实了，我们大概有2到3成的员工是确诊请假哦。那每天的产量大概减少3000辆左右。比亚迪的副总裁就突然说，疫情找到了我们员工，倒下了一批。那这2天更严重了，大概有20-30%的请假在家。对，所以也就是说，现在还没到高峰哦，就已经20-30了。所以现在整个供应链呢，是真的完全停摆的一个局面，非常严重。另外，对苹果来说也是这样。那苹果今年原本在圣诞节要大发利市，就好，真的对它非常不利。一开始是遇到了这个富士康的这个罢工，就没想到现在又碰到了这个新冠肺炎大爆发。它今年的整体的这个 iPhone， 你看美国在今年冬天要买 iPhone 要等待23天以上的时间，根本就不想买了。所以那现在那富士康怎么办？富士康就说好，我们现在有激励政策，就是说这个防疫保产啊，这个共护家园的这个政策，12月就是说，如果你继续工作的话，我会给你激励奖金。那如果你真的不幸是中的时候呢，我会给你3000块人民币的这个暖心补贴啊。这个状况，12月继续做，1月也继续做，就要求说你继续来上班，不然的话很多人都不想来上班。他们缺工的状况是相当严重啊。那为什么？如果你不做下去的时候，苹果会开始说什么？苹果现在已经开始要求说，
你把这个产线往外移。现在可能第一个部分来说，先移到龙华厂，或者移到和硕其他厂。如果假设你还没办法，还要求你可能要移到海外去，所以现在对中国来说的话，它继续这样封下去，继续这样下去的时候，短时间之内，他希望明年如果能够结束，那当然富士康不会离开。对，假设明年还继续这样封下去，富士康铁定在明年会离开中国。所以说这件事情不但对中国的生命安全造成极大的冲击，对，它的产业链也在崩解当中。没错，那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呢，它因为中国又开始疫情爆发之后呢，它整个消费力道又开始往下坠。整个中国目前为止来说，整个这个民间消费可以说是急冻的一个状况。急冻的状况之后，中国的最大品牌小米，它最近就说，那我要裁员5000人左右。小米才5000，小米在过去那段时间卖得非常好，在中国它几乎是完全取代了华为，就没想到它也要裁5000。那裁5000来说的话，这周边的很多零组件供应商都要裁，这连我们台湾的什么联发科一大堆，我们都要被迫裁掉。那你知道，事实上以目前为止，你说小米才5000，对，会冲击到台湾。对，因为我们包括说面板厂友达啦、驱动 IC 敦泰啦，然后大立光还有新巨是做它的镜头，组装有鸿海还有英业达，还有联发科等等，这都是它的供应链啊。对，它如果减少出货的时候，当然会冲击到台湾啦。那我们就讲，事实上中国的很多供应链在减少订单的时候，一定会影响到台湾，因为大家把它想到，我们跟中国我们是上游供应链，中国是中下游的供应链。如果中国在减班的时候，台湾这边一定订单会减少。所以中国接下来半年的重挫，这个经济重挫期间，台湾也会受到影响。台湾一定难怪我们现在出口变少了。一定你看很明显嘛，出口订单减少，因为为什么？美国那边或许还不错，但是来自中国这个部分一定会大幅减少，而且减少幅度不会是只有现在。我们已经连3黑了耶。对，就因为中国已经不行了嘛，所以你要未来几个月，特别是明年上半年之前，中国大概是不会好，所以这个所谓的外销订单一直不断的往下坠，这应该是非常大几率会这样子，一直到明年下半年，可能中国疫情过去之后，还有美国经济好转之后，我们订单才有可能再往上升。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，不是只有中国的经济会很苦啊。台湾的经济恐怕也会面临到一波的寒冷的这个冬天。难怪我听我一个朋友讲说，他们去中国下定，像讲的，第一个他们有工人，是，然后就算有工人，我叫不到货，是，有工人有货，我们也想弄出来，对，我也没有人帮我送出去。目前为止来说，中国是整个供应链完全中断，没有上下游的供应链，然后也没有组装的员工，那甚至也没有相关的这个物流业，所以现在是完全停，几乎是完全停摆的一个状况。那这也是习近平希望的，他就要求好。我们就明年上半年就把它结束掉嘛，大家这样忍半年的这个时间，长痛不如短痛。对，因为他也知道过去3年我这样弄下去之后，企业也是不断的出走。那与其这样，我就干脆到明年上半年我把它结束掉。结束掉之后，或许可以设一个停损点。但是呢，这个停损点，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很痛苦，伤害性会非常非常之巨大。可他补得回来吗？我觉得这个时间越快越好。所以他们现在发起一个，你看现在习近平说爱国卫生运动，其实就是让你赶快感染。而且他们现在听说了，很多地方政府都有一个达标，你要感染人数要达到多少？对他们刚好相反，对，以前你不可以有感染，是，现在是感染越多越好。他们现在是希望你越快能够达到高峰越好。所以你知道，事实上所以中国这么残忍，所以我们才会讲嘛，为什么江西省政府会突然说明年3月我们目标要达到80%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你就知道，事实上现在他们就你看，他要展开这爱国卫生运动，就这样。所以你就知道，事实上你就知道，现在中国是以运动的方式在要求你感染，你尽快感染，越快感染，越快达到全民免疫的时候，就可以赶快结束这一场疫情。所以你知道，我就说嘛，这个习近平的2极呢，摆得相当的严重。要封的时候封的比谁要严，要松的时候松的比谁都还要更快。这个我没有想到中国可以这样干，你完全以邻为壑，你不在乎你自己的老百姓的生命安全，结果你还开放国门，你难道不怕把这个病毒弄出去吗？更厉害的是，他居然把新冠肺炎当个运动做，以前是不能感染，现在是赶快感染，赶快到高峰。他不只是这么想，我觉得中国他们的领导人的心很坏很黑。中国在没有给他们自己人民任何的防备之下，而释出所有他们的人民可以自由的到世界各地去。我认为他这背后隐藏着最大的阴谋。阴谋什么？也就是把他们的人民当作肉体武器、肉体炸弹。去攻击自由世界各国家，这太可怕了！我们也太倒霉了吧？那你旁边一个完全不在乎老百姓生命安全的国家，不但不在乎，而且他看自由世界，他见不得世界好。好，那正好刚刚讲的，现在中国开始解禁，中国现在疫情大爆发，它可是碰到一个最糟的时间。什么最糟的时间？冷是整个疫情传播最好的一个媒介。
现在全世界刚刚讲的这个冷，这种恐怖的状况越来越可怕了。我们现在给大家看到，真的哦，这个风暴还没有结束，这是水牛城的画面。这个水牛城，很多人看说这是明天过后吧？这哪里像水牛城？这变雪牛城啊！这纽约州水牛城，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房子、所有街道、所有的道路、所有的人，你全部都走一种颜色，叫做白色。所有的东西都被雪地冰封了。所以这边有多可怕？因为呢，雪牛城这是现在的状况。现在的状况，一个晚上有25个人被活活冻死，而且这些人哦，有一位哦是一个56岁的爸爸，家里没食物了，我出去买东西。出去买东西的过程中，活活就被冻死了。还有人哦，他开车哦，开到一半载小孩，被雪封，打电话给警察，打电话给救护车，甚至打电话给他国民兵的朋友，都没有办法救。他连续在车上被困了11个小时，被困了11个小时之后呢，后来有人来救他，就这个车，他车你看，是在整个雪堆里面挖出来，他才活得下来的，所以这非常非常夸张。他的车完全被雪给掩埋掉了。对，因为这救护车嘛，因为救护车现在整个那边大概是一趟要3个小时才可以到，然后呢，他打电话没有人来救他，所以这个爸爸后来呢是在整个雪堆里面被雪铲车救出来的。好，现在雪牛城呢，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非常非常人间炼狱。可是这个时候美国人真了不起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一定要去抢超商，抢超商。所以呢，这当然是这样子啊，你超商没有了，我当然是抢超商。你看啊，这是水牛城很多超商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？你看，很多人直接去打劫卖场啊，反正呢，警察也没来，救护车也没来，店员也没来，变空城了。对，然后你看，我们看下一个画面是它里面的画面，里面这个所谓的那个杯盘狼藉就这个样子啊。你看，所有的饮料啊、食物啊等等，全部都被扫劫一空。而且呢，你知道有个超商监视器哦，特别去看这个监视器看到什么东西？门打开。雪已经到门槛的一半，对，雪到门槛一半，你看小偷还是硬要爬进去，把玻璃敲破了，还是要敲破玻璃，然后进去偷东西。你就知道，在这个状况，美国很乱的时候，大家就会更乱。为什么雪后城这样？你要知道吧，雪牛城这个地方，历史以来，1976年一天最多下32公分的雪。现在呢，一天下多少？下75公分到1公尺，历史记录的3倍，吓死人！所以雪牛城冷到爆。那这个有多冷呢？有一个人呢，这个你看他家前面缩时路，对，一个晚上这个雪开始下，你很难想象了，一个晚上才1个晚上，你看到椅子原本有椅子，现在变冰封的椅子。接着呢，现在我感觉到1、2点左右，到3、4点后，你看雪一直下，一直下，一直下，到白天出来发现他这个椅子没了。所以他这一个晚上下的雨下的雪，就是1公尺多。一个晚上这么深？对，而且历史记录才35公分，要搞清楚。然后呢，现在呢，当地已经下禁令，叫做禁止开车令。对，所以很多警车，你看啊，现在警车必须要边就是在那巡逻啦，然后边喊话说：“你们啊，赶快回家，不要再出来，不准再开车。”而且呢，有人拍到住宅区，他们住宅你在家里面其实很危险。你不止不能看，你看这住宅区，哇哦，全部都一片雪，那个雪嘛。对。然后下一个画面是有人要出门，原本有人想要就偷偷出门，就门一打开，看到这个状况，也不知道要不要出门啊。这是被雪封了，雪已经被雪封了嘛，已经不是我要不要出门的问题。那为什么现在他们当地都要求要禁止出门呢？多伦多郊外哦，有一个高速公路叫做401高速公路，给大家看画面，这个高速公路竟然发生100辆汽车连环车祸，100辆哦，因为这个东西啊，其实大家也已经都不想出门了。可是它那个雪来得太快，对，然后当地的零下-20度啊，所以你根本来不及。所以这100辆车祸连环撞，有一个行车记录器有记录其中一台车，我们给大家看下个画面。这台行车记录，你看哦，你根本看不到前面有车哎，坦白讲，你发现来不及了，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撞上去。你在眼睛里看是完全看不到有任何车，我们导播再播一次再给他看。你看我一路看没车啊，没车，看到来不及撞。而且这样的大雪，那个已经非常滑，你就在踩刹车也来不及。而且另外一个下个画面更夸张，有一个卡车，你看它就直冲到雪堆里面，整台卡车撞进雪堆里面，插进雪堆里面，动弹不得。为什么发生这事？卡车司机事后说没有啊，我也看不到啊。没有能见度啊，所以现在整个美国，尤其是北美的状况就这样。而且呢，因为他们遇到炸弹气旋嘛，他们这更惨是炸弹气旋还遇到什么涨潮，所以这个水啊，海水是完全倒灌到魁北克的街道。
那你如果能倒多冷啊！对你如果倒灌到街道是水，我就下水，然后排掉就算。结果又冷，水马上变成浮冰，对，浮冰又排不进下水口，所以现在就变成说，整个魁北克的街道上面都类似北极一样，一块一块的大浮冰在这边去走。所以很多人都说，现在这个热带气旋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？纽约州长说还没有要结束，要持续。气象报道说，台湾今天会稍微温暖一点，4、5又要开始冷。台湾如果冷，美国那叫做超级冷。所以你看现在这种热带气旋是一路从北极开始往北美，对，甚至到台湾这边走，因为那个极地的风暴锁不住了，出现破口让它往下走。所以现在整个极端气候这个画面真的通过模拟，我们就知道还没有冷完，未来会越来越冷。